台湾第一点。你是我第一次看到在煮汤的时候会这样一直翻搅它的。这个怕胖，我们要把它搅拌开来，它的汤才会变成黄色的。这样是不是很划算？哦，非常划算，非常划算。推荐大家。我还住彰化，你住彰化，从彰化跑来？对啊，这个切下来你会把它拿去哪里？给餐厅，它可以烤。因为那一块看起来就很好吃啊。这里，100块谁要？100块，100块要哈，100块，100块，葱抓饼100块要不要？150块要不要？想要吃海鲜，而且是假烫海，在台中要怎么吃？去餐厅，去港口，去海边，都不是。今天我们要来去找一个黑暗料理，有多黑？我们来看一看就知道。听说这个黑暗料理就是从这一台车开始。以后我们去后面有客人。老板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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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为什么你们叫黑暗料理？为什么叫黑暗料理？因为我们晚上才出没啊。蝙蝠侠就对了。对。晚上才开，几点？下午的5点到凌晨的1点到2点。哇！然后卖完为止。卖完为止。最快8点半卖完。这么快？对，因为我们的高汤都是限量的。限量。对，基本上你在海边看得到的东西，我们都有。你确定？对，确定。然后甚至呢，你没有吃过的，你没有听过的，你没有看过的，我们都。你确定？Taco 有没有？Taco 做过了。做过了。海胆有没有？海胆做过了。做过了。哎，松叶蟹，日本松叶蟹，鳄鱼粥。鳄鱼粥，卢曼粥，罗摩啊，多少？泥鳅，泥鳅你也有？我的泥鳅都做过了。黑膏做过了。啊，这个也做过了。对，那个虾猴黑膏祖传它的那个口感不好。为什么？味道太腥。哦，是哦。那这样好，你什么都做过，有什么是你觉得在海鲜来说，海鲜粥来讲，它如果煮下去会破坏那个海鲜粥的鲜味？比如说黑膏嘛，还有来蛤蜊。蛤蜊会破坏？也不。蛤蜊不是大家常在煮粥、煮面都是直接丢几颗下去吗？对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蛤蜊的味道太重了。哦，我知道，你是觉得说它会抢掉其他的味道。好吧，那如果居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要蛤蜊，龙虾、鲍鱼、干贝都来一点好了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家没有一点的，都是爆。都是爆炸多的。我们在煮海鲜粥之前，我们要先挑食材。你会挑吗？我就是专挑好的啊。你刚刚有说吗？来告诉我哪虾子有问题？我看来都没问题啊，都没问题啊，都蛮肥的嘛。好，你好。一般我们挑螃蟹呢，我们会用拳头去锅帮它去锅看看。对。它如果会有那种拉力，有没有？对。这只螃蟹活动力是够的。对。它如果像这一只呢，它是没有拉力的，这只我们就不要用了。不用那这个哪里规范的，我就是丢掉了。丢掉，或者送给朋友吃。一来就先得到昂琴，有没有看到？人讲咧地昂琴有无？这个是昂琴，丢掉。那你处理食材怎么处理？那它生长的环境比较脏，所以一定要刷，一定要刷干净。对，我从这边把它打开，插进去，拿它。我又学到了。它最好了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它生长环境没有，这边它都是泥沙。大哥，你说你以前做五金行业，对，怎么会想到要来开海鲜？这个跨领域也跨很多哎。因为我在背老板之前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主管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我做什么都不行。我跟你讲，这样的老板，你怎么会这样刺激人家呢？反正我们用鼓励的方式，你说不行我就不行嘛。那我最跳痛的，我本身不会掌厨嘛，菜刀我不会拿，那锅勺我不会拿，什么东西我都不懂。从无到有，对，一点一滴学。这种人最令人佩服，真的。你要看看吗？我来试，借我，我想学，这我想学。我现在已经会一把剪刀杀鱼，跟一把剪刀杀鸡。我现在一把剪刀杀螃蟹。对，杀力，这样放下去之后，我们就把那个头先把它刷干净。就是为了要给客人最新鲜的食材，好像都得要这样。地方先刷一刷，这个先刷，洗干净，从嘴巴下尾挖出去就好了。嘴巴下尾把它挖出去。没错，就是它。这么会吃海鲜的人，怎么搞到好像现在什么都不会的感觉啊？这个不要了，对，你说。然后塞，不要了。它的心你不要。心比较寒啊。对，螃蟹是最心寒的动物。
收起心寒，拿出热情，上工啦！不光是螃蟹，还有扇贝、鲍鱼、孔雀蛤也通通出来准备见客喽。第一步就是把这些食材洗得倍亮倍亮，不能藏有沙子或是肠泥，否则就会坏了一锅粥了。而且当天的食材配好料后，都会一包包的放进冷冻库，保持新鲜。我们第一个，我们这边没有盐巴，我们没有味精，我们没有鸡精，没有调味料，单纯只有胡椒。客人你要加不加随便你。啊，你高汤怎么来？这是自来水。这个裸的程度应该是地下水吧？对了，地沟油。喝一口看看。好香哦！来猜猜看，里面有什么？猜中1年不用钱。鹅啊？没有。没有鹅啊？没有蛤蜊，没有鹅啊，但我有闻到哎。台鱼总有了吧？没有。台鱼也没有。干贝。干贝有。干贝，终于中了一个。鲍鱼。鲍鱼有。喝下去，你到现在才开始回来。那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海瓜子。海瓜子。你所那个蛤蜊的味道就是海瓜子。是海瓜子。海瓜子。哎，你的米也不一样哎。被你发现了。我还是我来煮好了。它这个，看。厉害了，高手来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用的是跟我们在炒饭用的米是一样，饭要炒得好，必须得用这种冷冻过来冰过的隔夜米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粒粒分明啊。不错啊，要不然是什么呢？所以你成为台湾第1人了。哎呦，安内亏，哎呦，你讲为什么？很简单哦，如果是那种用那个刚煮好的米，它是饭是湿湿的，对，它不会再吸水了。对，那你要经过冰箱把它水分吸干之后，它现在高汤下去，它的饭米香就会跟高汤融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米香都升华了。小当家的融出来了，有没有？你看融出来了。哦，哎，被他这么讲，好像是有道理呢，哈。可是我们没有把它煮到很膨胀，我们有加热就好了。有加热就好了。对，我们要出锅了。哈？那就这样倒起来？你不要跟我讲说你这样弄加海鲜就要给人家吃喽。所以你是每一样食材分开煮，因为每一种食材的时间不一样，对，它熟成的时间不一样，对。那因为我们要煮这个海底总动员的时候呢，一起煮状况下就会有一个大问题出来了，它要熟不熟的。啊呢，这是特别点才有，你为了你而准备的。哎呦，我觉得你是为了数落我而准备的。这不要讲出来，也太明显。我们先让螃蟹的那个红鲟蛋有没有让它固定完之后，我们再把它的其他蟹肉、蟹膏、蟹味这种，再把它煮出来。哎，你是我第一次看到在煮汤的时候，熬汤的时候会这样一直翻搅它的。一般人在熬汤都是直接快煮，煮到差不多了就可以了。来，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翻呢？你说这个泡泡有没有？这个泡泡它是很干净的，很干净的。对，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开来，它的汤才会变成黄色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。哎，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把上面的泡泡捞掉？因为它洗得不够干净，食材不新鲜，我怎么敢用呢？有嘛？那食材新鲜，你觉得我会捞吗？我不会捞它，真的哈。这叫做精华，要做轮椅的精华。蟹精。哇，蟹真的蟹精惊艳。惊艳呐！这盆我独有的海底总动员，盖满了红鲟、扇贝、孔雀蛤、龙虾、鲜虾、鲜科，还有小卷。这个时候加汤，这个就是海鲜做的灵魂。OK， 我们要先帮龙虾洗上。然后现在的这个灵魂加肉汤，要生活一下。对，我现在看你就是这样子教我说，煮完了这个海鲜粥以后啊，我发现一个奥秘，跟我们在养水族很像。要养鱼，必先养水，对不对？要煮出好吃的海鲜粥，必先熬汤。我总算让他讲到一句，对，你不要做，我把它我先看海参。对，那你知道怎么吃吗？没有来。其实呢，我们海鲜粥煮完之后，我们第一口要先试它的味道，好吃味道，它味道够不够？会不会太咸？会不会太淡？会不会有没有海味？像你问这个不是废话吗？你什么盐、味精都没加，你问我会不会太咸？你今天有看到我煮的过程？有。那如果你没有看到的时候呢？哦，那这怎么会是废话？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加了什么，对不对？哦，懂了。我们先
吃一口嘛。对我来说完美，可是你的表情不够完美。好完美哦！你洗。通常呢，你吃到这一锅的人，你说第一口汤他的表情会惊艳。我刚刚已经很惊艳了。没有，因为你刚刚在外面都偷吃过了。没有，好不好？你偷吃太多了。就你垮掉。后来，然后第二口嘞？第二口呢，我们先吃饭。吃饭，单纯饭就好。单纯饭就好。对，几克也没关系。我们先试一下那个饭的口感是什么。好。哦。你这是要吓死谁？没有，我要跟你讲是真的，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，米比如说有这样，对不对？这外层，除了米中间外层包覆着全是高汤的味道。你咬下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米的外层爆香，爆那个高汤，很舒服，然后再下去还有饭香。对，这两个只要达标的话，这个是100%海鲜粥。海鲜粥，我心目中的海鲜粥。哇，那再来我要怎么吃？再来就随意了。我现在来配着海鲜吃。你不是冷冻的下去煮的吗？怎么可以煮得这么鲜嫩啊？这就是厉害的地方。你真的没有让食材原来的鲜甜味跑掉。从视觉、嗅觉到味觉，这完全颠覆了我对海鲜粥的印象，也抓住了顾客的胃。换到新地点的店面，老客人也跟着过来，就是要吃到这整碗的鲜味。接下来还有更令人吃惊的哦。我都跟饭店这个哦，取餐吗？哎呦，所以你们是真的订生鱼片，然后取餐的？对啊，自己要切什么切什么。这么好，逆着它的纹路切，像垂直这样。要跟它垂直，要这样。对。哦，那个秤一上去，上面有3个灯，从前面第一个灯是什么？绿色、黄色、成交，几秒钟结束哎。台湾第一点。哎呦，所以你们是真的订生鱼片，然后取餐的？对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是台湾第一等，请问我是台湾第一等。没关系。9号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订的？大概9月的时候吧，在网上面看到有人分享，然后才700。所以这样是超新鲜的。700。对。这样是不是很划算？哦，非常划算，非常划算，很推荐大家，很推荐。所以你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来买？对啊。这其实也算是假日的一个娱乐吧。啊，当然。晚上一起出来玩这样。而且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分享，就很快乐，增进那个家人的相处。你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吃？回家吃。取餐的吗？19号。你是什么时候？你在哪里订？我是在你的 IG 上面追踪。在 IG 追踪的。你要几双筷子？我要2双就好。你很拼哦，凌晨就跑出来买。对啊，我还住彰化。你住彰化，从彰化跑来？对啊，我从彰化过来的。追踪 IG 追踪到直接就上来订。首先从彰化过来就蛮快，因为这边有快速道路。对。然后是过蛮多家是湾级的最高。鱼市场有这么多家，你怎么会只订这一家？朋友介绍。朋友介绍，你订几次了？第一次，这是第一次。好酷哦！你不觉得现在这样很不像在台湾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好像在一个什么样异国感呢？非常异国感呢！而且现在就是，原来好多年轻人他们会就停在旁边，然后买个东西来吃，然后就坐着。其实我觉得也蛮chill的，蛮 chill 的。这里会变成是有一个景点。哎，你好，要取餐吗？不用，还是你要不要看这个人如果没接电话，你要不要把他生鱼片买走？好不好？这样够黑暗了吧？半夜不睡觉，
就是要吃现磨的生鱼片，而且是网络预订，便利店前面交取货。这其实是台中的一家鲜鱼行因应疫情而推出的新消费模式，为的就是满足饕客的需求。主要是6日的话会比较早一点嘛，就是大概10点、11点开始先准备，然后一直切到大概3、4点之后，就开始就是做我们原本的批发准备餐厅的东西。哦，你原来是先做鱼市场批发，然后你就提早来。主要我们是做批发啊，对，就是说因为就是有一些之前可以进来的时候，有一些客人就是说，我们要吃生鱼片，你们有没有已经买的？然后再慢慢就是帮客人切一些，然后就是在因为疫情进不来，然后就是开始就变口耳相传，然后用赖或 IG 这样一个介绍一个介绍，哦，然后你整个忙完会到几点？有时候大概8、9点、10点都不一定，有时候忙着会过中午。所以您现在也算是鲑鱼富翁吧？没有的，现在鲑鱼遇到有史以来最高的价格啊！哦，真的哦？那你们怎么办？你也会调涨吗？还是一样多多少少薄利多销这样。薄利多销一样。所以你不调涨价钱，你本来就是想说利润少一点。对，就可能限度少一点，然后还是持续供应这样。目前有大概4种左右，就日本的离信，然后澎湖的海蛎，它跟东港的红鳍尾跟对挪威鲑鱼，大致上是这几种。OK， 所以我可以切，可以啊，自己要切什么切什么都可以，这么好。认识老板人就是好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最简单的澎湖海蛎嘛，你要切好的了啊，我就不用再动了，好不好？那像这种有没有？直接嘎嘎。像这种，对吗？好，人家不要的废料，觉得不好看是不是？这个刀，我其实比较想要刀，我不想要鱼，我比较想要这个刀。这刀你是特别定做的吧？对，定做的，因为它有曲背，然后对啊，就是日本直接定做的这样。切生鱼片刀真的不一样了，你看它这一面是平的，然后这一面才是单刃，这单刃刀或者这样。哇塞！所以切生鱼片有什么顺纹逆纹的感觉？有，因为我一般会先把它打好一条一条之后，有没有？对。它的纹路，你跟纹路是要垂直的这样切。对。它才会筋才会断筋。没有切到鲑鱼，好像真的说不过去。像这个鲑鱼的话，就是这样。啊，逆着它的纹路切，这样垂直这样子。要跟它垂直，要这样。对。哦，所以要这样切。对，没错。给大块一点，不计成本给你。不用啦，我们就一人吃个1、2块就够了啦。哇，好，这样就好。不好意思咯，哈，本人就先吃一点点。人家说现在什么最贵？鲑鱼，好不好？价钱很贵。油台，那个油花呢？油而不腻，你知道吗？来，罗北北，这么早起，我看你也是辛苦了，又来了，辛苦的好不好？我们这么早起，对不对？郑北北，这个时候如果来一个高粱的话，又更好。是，小朋友你要吃什么？啊，你不吃鱼？啊，那这个澎湖新鲜海蛎的没法多啊嘛。这么辛苦洗个大澡，为的就是这个，好不好？慰劳自己一下。哇，好好吃哦！也就是新鲜到不行呢。今天难怪刚刚在外面排队络绎不绝，都一直订好，而且我还发现全是年轻人，都是学生。对，就是互相介绍的。对啊，照理来讲，这个清晨的时间应该是老贝贝先起来的吧？结果没有哎，都是年轻人，然后买了回去 party 这样子。你们真的很会挑，真的很会。为什么这家生鱼片会这么新鲜又如此超值呢？因为它就位在台中鱼市场里头，每天半夜一到鱼货拍卖时间，就能抢先抢快标大鱼。
们的其实进货是大概下午到晚上到12点都有。那我们大概员工大概是12点就开始上班，然后开始做理货跟那个成交日，大概是2点25第一场拍卖。哦，2点25会第一场拍卖。那我们总共大概有9线嘛，有9条线。然后最后大宜区的话，大概是3点45，就是第9场的拍卖。哇，其实这边很热闹哎！你说从早上白天开始都有陆续有人渔货开始进来，是全台湾的渔货都在这边了。哎，几乎都有，大概是全国第2大啦。第二大，第一大在哪里？在台北。所以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一区是活鱼区，那活鱼区大概都是养殖的，现在看得到的是那个锅鱼、虱目鱼、鲈鱼或者是石斑类的。以总经理您的知识的话，你应该是最清楚哪边去到哪里要选择吃什么鱼，对不对？其实冬季生产的鱼，为什么？它气温比较低 ，OK， 它的生产比较慢，对，它的肉质就会比较细致一点， OK， 然后比较好吃一点。那其实就是吃当季，就是食在地吃当季。对啊，吃当季吃当地嘛，对啊，这里国产像这个海蛎鱼，对，海蛎啊，然后昂缸，那其实白鲳非常贵，那其实现在有金鲳，对，有金鲳养殖的非常的好，也是不错的，我真的要推荐很多人。两起来！他现在在喊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他在喊什么？自己的行话，有他们的行话是什么鱼，然后重量多少，或者大家喊，然后大家看到鱼货，然后就会想说要按多少。哦，所以说每个人要来这边，是不是看货？看货的人，要买的人，手上都有一个计价器，是，然后就按吗？一直按，一直按。如果你喜欢它的话，就一直按啊。我看一个人按一次就多1块钱这样子。哦，按一下是1块钱。对。哎，那其实这边来竞价的人，他平常应该对于电竞，他应该也玩得蛮好的，手指运动蛮强的。是，打电动应该蛮强。有差。或者一次1块抢标。你看它这样，如果有贴上去，这就是他的。是。所以它这一整摞都他的嘛。对，它现在一直拍卖是1箱，或者是5箱，或者是2箱，它这样拍，它都有重量嘛，重量看48公斤，那什么鱼种？然后价格好快哦！是，因为量很多，这个大概是一天都3-4千件、2-3千件这样子。哎，你知道观众应该这么说，你知道现在多快吗？国王鲑，它在鲑鱼的产量差不多只有全世界的1%，只有1%而已。对，非常的珍贵。它油脂太丰富了，不是很好做切割。这样一片大概要多少钱？不好说啊。台湾第1店，2-3千件这样子。你知道观众应该这么说，你知道现在多快吗？他说哦，开始那个秤一上去，上面有3个灯，从前面第一个灯是什么？绿色、黄色，成交，几秒钟结束，好快哦！台中鱼市场是全国最早全部用那个电脑拍卖的，这是公开透明的。以往在最古老以前，好像都是听大家我的，多少，一直喊，对，然后换下去，这样是这样对不对？鱼有啊，什么鱼？我在了，现在不用这样子，对，现在都是这样子没有错。好有趣哦！这样子，那这一区拍的是什么鱼区？这里拍卖区的大概就是我们台湾产的，或者是养殖的，或者是捕捞的。对，到的话，这个大概是北部宜兰白带这边。这个是细在市子大的，细在。市子的白带鱼其实是好吃的，是好吃的。对，白带鱼有很多种，干煎切开来嘛，是；还有一种把它皮片开来，是，然后卷下去炸，是。哇，这个有厉害哦！主持人是，我很爱白带鱼。这个季节其实尾声了啦，是尾声，但是其实还是好吃的。对啊。都以清明节为那个季节的交替啦，清明节都还算是比较寒的天气。OK， 你看这边全部都上面全部都有写，对，都全部被标走了，是批发市场。黄鱼。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海洋资源其实它是越来越少。
那要怎么样能够让这海洋资源重新再变得再更好呢？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一个人想得到的，是需要全球的人，大家要一起来去努力。对，现在就大家要保持一个平衡，你超出了，然后一次宣告不停2次，可能就开发单，对，黄牌。那台湾的民众现在比较守法，那前2年就已经取消我们黄牌了。OK， 真的是要靠大家了，靠大家，这其实蛮棒的，大家还是会很愿意遵守这样的条例。大家可能是知道了，真的越来越少，所以说捕捞的越来越少，现在养殖的越来越比重越来越高了。对，其实台湾养殖也算是厉害的，厉害，算很先进。我不知道原来我们吃的鱼都是从这样的地方一个鱼市场，然后批发出去的。它为什么这一区特别围起来，跟外面用保利龙包的不太一样？外面保利龙大部分都是养殖的，对，这边都是现捞出去，当天渔船抓回来的。哦，这是当天渔船进来的。外面讲的很捞啊，很捞啊！哦，下面很捞了，爱迪家。哎，要分区啊，分隔啊，分隔。很捞的鱼比较贵，所以大小要有人在那边分嘛。哦，那只是有人会在里面把它分开来。沿海的有哪边的？东岸跟西岸都有。都有。基隆、宜兰都有。花莲、台东、新竹也有。新竹、台中、龙湖转到哪里龙湖？没有，蛮强的，而且真的有很多好鱼哎。看一下。他们在一直喊，那喊了以后，你就要去讲你要的价钱，你要去按了以后得标，你就放下去，你就抱走，这是即时的，很牢啊，哇，好热闹，这个就比较有我们以往传统的拍卖，比较接近以往传统在喊的感觉，是哦。你买到的，你买到了，这样子算不算便宜？700多了，现在算贵。只能说什么？你买到不一定是便宜，但是你能买到是什么？新鲜。100块而已。现在批发市场的公平是公开透明的，然后让价格形成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在买到跟批发市场稍微贵一点点，你也要觉得他们是辛苦的。他从凌晨。他就跑来这里帮你批鱼货，帮你找最新鲜的鱼货买回去，当然还要我回去卖，还要整理，当然要整理，要做什么？他就是在赚钱啊，这就是生意。台中鱼市场真的是越黑越疯狂啊！每天从凌晨2点半开始，9个区域就一路轮流进行拍卖。为了破解生鱼片的奥秘，终于让我等到了4点15分大尾鱼区。所以你原来也是在这个鱼市场工作？对。你原来是在这边也是卖鱼吗？还是你是买鱼？都有，因为我们是要在这里买鱼，然后有时候帮我们一些配合的源头的货老板帮他挑鱼、看鱼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是供应给一些日料的餐厅。OK， 对，大致上。那你来这边你会锁定什么鱼种啊？我大概都会锁定生鱼片用类的东西，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大鱼跟以往比起来的大鱼已经少很多了。是真的少很多了。你现在有哪一种鱼是你曾经买过，但已经很久没出现了？如果一出现，你一定就买。好比我们就以旗鱼来讲，有油脂的旗鱼非常的少。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以前很多吗？以前它量比较多，然后我们在挑鱼的时候，我们好挑选。油脂比较多的。对。它那个油脂会多到像牛肉。差不多那个意思，非常漂亮的鱼，真的是这样。真的，对。哦，所以那你今天来挑，你要挑哪些鱼？你想挑什么？等一下可能就是边买边看。我很爱吃生鱼片，但是呢，我没有自己处理过生鱼片。如果切下来是马上就可以吃的吗？可以。我为什么有听说生鱼片你需要就先冻过熟成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它本身的肉质。你如果刚抓起来活的话，是需要稍微熟成一下，让它的氨基酸把它释放掉。那我也不用多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就这边就好了。哇，那个是最精华的，是不是很会挑？这个你看它的肉质
哎，我刚手有洗过，我可以摸一下这边。可以。Q 的，它不是那种粉掉的感觉，它是，而且，哎，油的哎，尾巴都这么油了，所以一直说好像乳液哦。哎，对啊，我刚刚看你在那边挑鱼的时候，你会一直去摸它，是为什么？因为要做生鱼片，它有基本的条件。第一，肉质一定要 Q， 肉如果够 Q 的话，它的密度会比较密，不会一直出水。比较不好，它的鱼肉很容易的变质。再来的话就是它的颜色，假如说它是尾鱼，尾鱼的肉色是红色的，红色，对，一定要非常的鲜艳的红色，鲜艳红色，这样子我们餐厅师傅摆起来才会好看，对，才有卖相。OK， 那个切下来你会把它拿去哪里？给餐厅，它可以烤。哦，它也可以烤。对，因为那一块看起来就很好吃啊。对啊。哦，这个哇，哎，这一块很漂亮哎。以黄鳍尾来讲，它的油脂来的要少一点，肚的部分又筋很多，就不打算是做生食。它可以烤，可以炒，涮火锅。哇塞，我现在要吃了。我看一下这个，哎，其实这个真的很漂亮哎。我切给你吃好了。哎，我切给你吃。哦，你怕我切太大片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如果是我直接 toss 掉，我就像啃鸡腿一样哦。好吃哎，它吃起来不太像鱼哎，它有一个回甘感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这个，就直接刚来，然后很挠啊下来的那种清甜的味道，真的有机会吃到很挠啊的黄鳍尾。第一个你要先能够早起，然后呢你要有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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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个按钮，你没有对不对？那你必须得认识一个有那个哒哒哒哒哒哒的人，你还要找到一个刀工非常好的人。可以把它分解开来，你还要它很慷慨的，可以给你一片，所以今天的早起我觉得是值得的，也是很开心，能够知道其实鱼市里面的工作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在鱼界走跳多年的阿万师傅走出鱼市，跳进了精品鱼货的领域。除了供应给顶级日本料理店，大鱼 Live 分割秀更是他拿手绝活。听说今儿个不只有这条东港的大鱼，还有一位坐飞机来的贵客，赶快端上来让大家大开眼界。这是国王龟，对，它是我从这边看着它的油脂很丰富哎。对啊，哇塞，的肚干干净净的。对，所以它很珍贵是吗？非常的珍贵。怎么说？因为它在鲑鱼的产量差不多只有全世界的1%而已。只有1%而已。对。那它怎么来到台湾的？就是打冰，装箱，然后空运。对，颜色稍微比较浅一点，它的头也比较小一点。OK， 它的体型不大。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吃得到国王龟？可能就是比较特殊的日料店，因为它的单价稍微高一点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它非常的珍贵。哦，对，我最喜欢听到这种珍贵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才有的。OK。所以它的鳞片也很细致。对，它的鳞片比较细，比一般的鲑鱼还要来得细。哇，干干净净的。哎，500块，过2个鲫鱼哦。哎，那今日台二位有200，20只个现在200，300人了。为什么我在市场煮东西搞得跟我野营其实差没有多少？台湾第一点。哇塞！哇，它又在跟刚刚那个不一样。刚刚那个很像绒布感，这个上去很像丝。你摸那布质的感觉很像丝，更细腻到不行这样。好吃的在这里。真的哦。所以刚刚呢，我只切一小薄薄的而已。对，接下来我会切的，接下来是我自己切的。它这个要非常小心，它油脂太丰富了，肉很容易裂开。是哦。对，因为它不是很好做切割。但是如果肉开掉了，它的卖相就不好。对。
切起来也不好看。然后再来我们就是要做它的拔刺的动作。对，它这个国王龟比一般的鲑鱼的刺还要来得比较不好拔。因为它的肉的密度很高，黏住，对不对？对，尤其是你新鲜度越够的话，它的刺越难拔。来自纽西兰的国王龟又被称作不老龟，因为国王龟的油脂比一般鲑鱼还要多上3倍，它是久煎不老。据说这个欧美餐桌上的新亮点，不但顶着世界之冠的光环，还被誉为是海中和牛。那你先切好不好？这么好，哎呦，今天招待，喝，最精华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大大的一块。我的老天呐，哎！哇塞，这样一片大概要多少钱？不好说啊，真的吗？不好说啊。还有一种奶香。哦，你没有吃过国王龟，你只有吃过鲑鱼片的话，你如果曾经吃过没有沾过酱油、没有沾过 wasabi 的鲑鱼片，它有鲑鱼的那个味道，但它多了一个你刚刚说的那奶香味。对，而且它很圆润，它是圆润，然后细腻，这样从这样离腔这样，然后到你这边这样。国王龟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大理石般漂亮的纹路，紧实 Q 弹的肉质，丰厚却不腻口的油花，然后又散发出那个奶油香，这真的是会自动输入脑袋，舍不得抹去的味道啊！也难怪会成为全球米其林餐厅主厨最爱的梦幻食材。做生意的方法呢，人家说爸爸款真的是爸爸款。你从卖衣服、卖饰品、卖水果、卖肉到卖鱼。还卖鱼耶！而且我刚刚这样一直观察他在喊鱼的方式，其实这个才叫接地气吧。我以为我已经很会跟婆婆妈妈聊天了，没有，他更会。你看他在跟婆婆妈妈聊天，聊到好像有催眠术一样，每个都要能吧？哦吼，能吧好哩，5百好，啊来5百好哩，太厉害了，可以看一下。500個，個人係無黃金倉。500塊，500塊無啊？500塊500塊3尾了，7尾了。我跟你讲，黄金倉我就挑它只剩一尾的时候，等下就煎黄金倉。700塊了，700塊了，700了，400塊了。好，没有了。買2個呀，這一只送你。哦，不要吵架哦。不會吵架啊，無你插對半啊。再無你切拍燈。今天要懂啊？我懂啊。你不要头前好不好？芹菜。菜哦。来市场就是这样，基本上你一定能买到比在外面还便宜，而且你还得到的是聊天的乐趣。我想这应该是婆婆妈很愿意来的地方吧。大姐，你是开餐厅的哦？他完全就是掉到自己的世界里，到很多鱼的感觉，他完全不理我。大姐，妹妹。只要会影响到他，他们是餐厅的、哦，是的，你买超多的呢，还是因为很便宜？他像，我以為他那個上不會嗎？沒上不會，布拉達快點，上小杯布拉提啦。笨啊，我準備啊。回答他，基本上你呢？它很便宜又很新鮮。他假如不新鮮，我會買這麼多嗎？所以一早起来跟婆婆妈妈聊天，其实也是一种蛮舒压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它整个袋子是满的，哎，好厉害哦！
哎，叫卖蛮难的哎，叫卖有难度哎。不会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有这项技能？国中？为什么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爸从小就在做了。对呀。那你怎么知道你可以？做就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那每一箱要多少钱？自己买的当然知道啊。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丢上来？我看你在喊，就一直在减价钱，你丢更多，你价钱反而更低。心里有个底数啊。心里有个底，然后不能卖就不能卖。手是称着，手，哎呦，大概抓多少量就知道了。手是称哎，所以拉起来大概，所以你自己是知道。来，你还大概懂说，还是有赚，但是赚多赚少，有些是薄利多销的。你们的鱼货是怎么来的？鱼是批的，批完货然后来卖。1、2点去批，对，然后来市场的时候是几点5点半。5点半，他会叫到几点？差不多10点半左右。10点半，10个小时，然后10点半回去就睡觉。回去算账，4、5点才要睡啦。哎，蛮累的耶。所以你看，人家在卖你这么便宜的鱼，他前面还是要做了很多的前置作业跟前面的功课，他才有办法站在市场上，然后把一些新鲜的鱼货跟便宜的价钱卖给你。从小跟着阿爸，现在帅儿也能独当一面了。凭着会挑鱼货的眼光和接地气的叫卖魅力，父子俩已经是中彰各个市场的新传说。这个叫卖，我可能帮不上忙，但看看这满桌的新鲜食材，如果不好好的利用，好像就有点可惜喽。哎，大哥。哎，你送我套对，我送里面。好，不好，这买不到的哦。你无查去买呢？迄买无啊？你想我老的哦？迄买无啊？迄顶广告我相片的。你这讲的这唔好等，这老的，好不好？那你就会想到我，然后就会打电话给我。哎，我怎么来到市场就变得好像市场人一样？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。对啊。水滚了以后计16分钟就好。知道吗？大概要不要买面？干拌面哦，对吧？你现在买吗？一包卖你10块的哦。哎，10块超便宜啊！不啦，我刚乱讲的，来到市场什么都变便宜，你知道吗？迄买无啊！我跟你讲，迄真正买无啊！哎，他直接把它丢下去，500块有人买，我真的是，我会冲过去感谢那个人，感谢你这样，一直感谢这样。这样子了。像你那锅子就不能用了。泡面袂掉啊！多姐妹。台湾第1点。泡面袂掉啊！多姐妹，多姐，阿妹，来，我上，摸呢。不要帮你抢面啊！阿妹，你等我嘞，阿妹，哎，上，伊送我送你。啊，谢谢，还有看，谢谢感谢。2尾，然后下去煮面。为什么我在市场煮东西搞得跟我野营其实差没有多少？他每个市场啊，找一个摊位就开始。对啊。对耶，哎，都吃辣哦。吃。1包面配1包辣油。可以。好，反正来到市场了就把它摆满，好不好？来这样。市场套馆概念。我下面给你吃啊！你讲后门啊！哎，这是你的套 Q 呢。那谁要卖你？我来卖，好，你来卖。来，这50就好，50一包上买。拄只300，这边变50，你够不买？无人买哦。来，收起来。你要吗？你确定要吗？来50给他。来，再来，这里，哎，100块谁要？100块，要哈。
就了去啊，紧啊，所以看你这千万米了都济啊，对，好不？来，200香妹，有没有要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箱子收起来，不要再卖了，再卖你会了急了，OK。好，再来，看一下还有哪一个？葱抓饼在哪里？这里。来，葱抓饼，那也叫当啊。来，葱抓饼100块吗？100块，你看我还蛮准的嘞哈。100块，葱抓饼100块，要不要？150块，要不要？要，150块要了。是这样卖没错吧？不行了，不能再给我卖了，再收钱。看完了今天的节目，有没有什么获得呢？如果有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